我国对中印边界作出表述，罕见提到的西金段为何是印度最怕的？3月23号，印度外长苏杰生出席学术研讨活动时，再度提到藏南地区属于印度。我国此次回应并不寻常，表示中印边界从未划定，分为东、中、西和西金段。这一表态强调了印度强占主权国家的事实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看一看，在观看的过程中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印度与西金的基本情况。印度是南亚最大的国家，面积约298万平方公里。截止到2023年4月19号，印度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14.28亿，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。印度矿产资源丰富，铝土的储量和煤炭的产量都居世界第5位，云母出口量占全球的60%，石油8.96亿吨，天然气6971亿立方米。2022年，印度的 GDP 约3.39万亿美元，是世界第5大经济体。该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，纺织、食品、精密仪器、汽车加工、软件制造等工业发展比较迅速。印度在近代成为英国的殖民地，殖民期间，英国利用印度多民族和多宗教的社会状态，挑起各民族和宗教之间的矛盾，以巩固统治。在二战后离开时，为了将来重新返回印度施加影响力，英国将印度国土划分得十分不合理，其东北六邦与本土仅靠西里古里走廊连接。由于东北六邦的文化、民族等与印度本土不同，因此被强行融合后，分离主义盛行。为了控制西里古里走廊，保证对东北六邦的统治，印度在1975年正式吞并西金。西金面积7096平方公里，人口约72.57万人。其东部是不丹，西部是尼泊尔，北部是我国西藏，南部是孟杜西孟加拉邦。西金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坡，境内多山，几乎没有平坦地区，海拔超过1500米。其北部的喜马拉雅山与东部的洞基亚山脉、西部以新加利山脉呈马蹄状将西金包围。该地区与尼泊尔边界处的干城加章峰是世界第3高峰，海拔约8586米。西金的财政收入来自森林、运输、旅游和农业。该地区森林覆盖率36%，林区内多名贵药材。西金的经济以农业为主，主要种植稻谷、玉米、青稞、马铃薯等。西金在古代被我国称为哲孟雄。公元7世纪是吐蕃的一部分，此后的1200多年，这里一直是西藏的一部分。西金与西藏之间可以通过乃堆拉山口交流。乃堆拉山口是日喀则市亚东乡与西金的交界处，位于洞朗以北，距离亚东县约52公里，距离拉萨约460公里，与西金首府甘托克相距约24公里。乃堆拉山口曾是茶马古道和古丝绸之路的一部分，海拔4500米左右，每年4至10月适宜人通过，是中印之间条件较好的陆路贸易通道。现在中印在这里设有农贸市场。中印边界西金段。中印边界西金段是目前唯一经过官方确认的中印边界。1814年，英国开始入侵西金。1835年，通过割据大吉岭向喜马拉雅山渗透，以此为跳板，向现在的西金段迈进。1887年，英国强占西金，4年出兵西藏，驱逐了龙土山的藏军，攻占亚东地区。清政府向英国妥协。1890年，中英签署中英藏印条约。条约规定，清政府承认西金归英国保护，划定西藏与西金的边界。二战后，印度独立，新中国成立，两国继承1890年的条约和以此确定的西金段边界。印度独立后，先是向西金派遣专员，后委任印度人做西金首相。1950年，印度强迫西金成为其保护国。1975年，印度军队发动政变，软禁了西金国王。在印度的自导自演下，西金举行了全民公投，正式并入印度，成为西金邦。西金并入印度无改该段边界，但是印度一直蚕食我国边界，因此这里并不是平静无波的。在西金的东部是我国洞朗地区，其南部是不丹。洞朗属于亚东县管辖，是一个小盆地，周边多山，地势自西北向东南降低。该地区面积约109平方公里，有大小湖泊16个，牧场36处。是亚东居民的传统夏季牧场，这里离西里古里走廊不足200公里。洞朗地区的主权属于中国是毫无疑问的。1890年，中英签署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明确了洞朗属于中国。印度官方也多次以书面形式对这一结果予以确认。印度一直干涉不丹与中国划定边界，就是为了方便炒作洞朗问题。
2017年，我国在洞朗地区修建公路，印度借口我国入侵不丹，边防人员打着维护不丹主权的幌子，越过中印西金段的边界线，与我国边防战士产生武装对峙。洞朗危机后，印度声称洞朗是3国边界交界点，要求将交界点由中印条约中的吉姆马真雪山移动到巴唐拉，企图将洞朗变成中部之间的争议地区，然后凭借自己对不丹的掌控，阻止我国在洞朗的合法活动。3. 印度害怕西金地位未定论。2005年之前，我国地图上一直将西金标注为主权国家。2005年，中印达成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，我国取消西金的主权国家标注。印度吞并西金时正值美苏争霸，两国都想拉拢印度，因此对印度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是印度吞并西金后，西金末代国王流亡美国，组成流亡政府，不承认印度的吞并行为，一直试图恢复西金王国。这个流亡政府现在依然存在。在当下，尊重国家主权是国际交往的基本准则。印度吞并主权国家这一事实是比较敏感的。如果中国不再承认印度对西金的主权，那么西金地位未定论将重见天日，会引起国际社会对印度的批评和谴责。因此，此次点出西金问题，也是对印度的警告。